这是我走出大虚的最后一站了，来吧！混蛋！木耳怎么去黑暗里溜了一圈，元气陡然倍增？我也想去了。对呀，木耳，你何时觉醒了白虎元气？霸体竟然4度觉醒，莫不是修炼上出了什么岔子吧？村长，这是好事。正所谓一而再，再而三，三而不竭。霸体觉醒3次本是寻常，突破了3次才是真入化境，往后再觉醒几次都有可能。村长爷爷果然博学多识，这么一讲解，我顿时就明白了。好个老东西，这都被你圆过去了。但你这套说辞，偏偏木耳还信，又能骗过这帮老家伙多久呢？婆婆和爷爷们要考我什么？都是打架吗？哑巴说的对，不全是打打杀杀的较量。我们会自封神藏，以灵台境考验你。管他什么境界，木耳，我可不会手软。你过得了他们，也过不了我这关。就你话多，我家木耳是霸体，能把你打得哭爹叫娘。四老太婆，最舍不得木耳离村的不是你吗？啊！雏鸟长大，终须离巢啊！木耳，你准备好了吗？第一关是什么？木耳，看到那朵云没有？哼，咱们来比腿法，看看谁先跑到那朵云上。哎，你年纪小，让你先走一步。我尊老，老先行。哎呦，你先行。您老人家身子骨不好，还是您先？你先行。您先。你先行。您先。你先行。您先。再不跑，老子剁碎你们2个！木耳长大了，缺爷爷要跑不过你喽！脚下不看路，逃命没活路啊！傻木耳！幻日神手，妙手18空！缺爷爷，笑容能让人放下戒心，不是你教我的吗？嘿，臭小子，幻日神手也是我教的，还没给我偷回什么宝贝，先来偷缺爷爷的风了。跟谁学的这么损？跟一个坏蛋学的。缺爷爷，是你教我不能走空，你还叫上别人坏蛋了？我问你，做好人会被人欺负，做坏人就要欺负别人。等你到了外面，要做好人还是坏人？缺爷爷向来没个正形，现在看起来却很认真。缺爷爷，我不想欺负别人，但是坏人作恶，好人要比坏人更狡猾才行。我要做狡猾的好人。啊！走，不要回头！救人啊！求求你们了！
记住，不能轻易相信别人。雪爷爷，这小子什么时候用换日神手把地蝶还回来了？哼！木儿，你过关了。后面的考验也要像现在这样，别对那帮老家伙留手。我有信心。药师爷爷要我采30种大毒之物炼成大补之药，没有药方，我只能自己运用药理和经验，去计算每一味药的多寡、使用部位、炼制方法、火候大小。虽然出现了一些小失误，不过也算顺利通关。虾爷爷要考我作诗，幸好被其他爷爷阻止了，不然我肯定比不过他。虾爷爷只好跟我比试枪法。我用神霄天眼去看，却找不到虾爷爷的半点破绽。没办法，我只好人为制造破绽。臭小子，同时使用2种元气，你这是作弊！你就是仗着霸体厉害欺负我！小爷爷，要不我们重来一次？霸体，嘿嘿，不就是用来欺负人的吗？这是你的实力，我这关你过了。下一个到哑巴了。雅爷爷竟然要我炼化寒铁制成的漓江派剑丸。据说他灵胎境时就能做到，所以我必须比他做得更好。这剑丸的寒气连炉火都能熄灭，看来我需要更强的火力。对了，我可以打造一个小锻造炉。结合我的元气，来聚集易散的炉火，达成反复灼烧的效果。最后不仅成功炼化寒铁，还给我自己打了一把寒铁杀猪刀。好刀啊！快，我们来比比刀法。屠夫，你只有半神，又压制修为之灵胎境，木耳的元气异常雄浑，被他贴身的话，你很吃亏，只能用技巧胜他。哼，他进不了我的身，会被我的刀法挡在外面。我担心的是，你要是打不过木耳，杀疯了，这屋子就得塌了。那就不用刀。木耳，走，去屯岗，咱们以守为道，就像你小时候那样。提刀出进来，车马红如雷，只身赴皇宫，手挽君王头。屠爷爷，这诗是什么意思啊？我提着刀走出皇帝的进宫，外面车马声如同雷霆轰隆，无数人马阻挡我的脚步，只因我只身杀入皇宫，手中挽着皇帝的头颅。皇帝是很厉害的人吗？屠爷爷，你比他还厉害！没错，提刀出进来是战绩中的巅峰之作，狂野的气势就是他的先决条件。管他什么皇帝天神，都别想妨碍老子！但
是光有气势还不够，实力才是你真正的底气。底气？这叫精进。你得从最少的身体接触中，掌握对方的元气运转与力量分布，方能由表及里，发现破绽。木儿，我问你，若你的至亲至爱因你而死，仇敌在前，你当如何？上！说敌人有千军万马，你怎样应对？杀！若敌人为苍天诸神，你会否退缩？杀！杀！杀！破绽不在表象，而在更深处。楚爷爷的招式没有破绽，体内元气运转却有不破之处。我感受到了。臭小子，元气果然雄浑，虽然刀法上还是不如老子，但你过关了。成天打打杀杀的，太不风雅了。聋子，下一个到你。木儿，跟我来。龙爷爷，这两条龙的眼睛呢？这两条龙是我用神通所化，只要点上眼睛，便可以化龙飞去。不过靠修为和元气是无法做到画龙点睛的，你只有靠画功。聋子了不得，这是大雅的比试之法，复化以神魂，夺天地造化，不外如是。书画之道，要有悟性，方能成器。我教过你灵犀一点附神魂，今天就看看，谁能点活它，让飞龙入天。就像你跟随聋子学书画，你的画只是一张纸，但聋子的画不仅能动，甚至能脱画而出。同样是画，为何不一样？画画的人不一样，所以要画龙点睛，必须。无目之龙，看不见身外的世界有多凶险。即便如此，你也想打破桎梏吗？你本飞龙，那便去吧。我成功了！我真的点活了一条龙。啊，龙爷爷，你怎么没画？你在让我？我没有让你，我像你这么大的时候，没有你这么深的造诣。为师者，传道授业解惑。我现在是传道给你，又何必在乎输赢？到我了，木儿，你可以施展你所有所学，只要能胜过我，也算你过关。我要以拳法聆听马爷爷的教诲。有志气。方才看你画龙点睛，足见你已见真龙，知龙劲。我们便以雷音八式一较高下。雷音八式第3式。九龙御风雷，从小马爷就教我，
元气将拳法推到极致，大出雷印，霸体三单弓。木儿的龙形越来越散了。不，这些都是真龙的残影。好小子，竟能逼得我不得不开启五曜神藏来抵御。你这4度觉醒的霸体，果真非同一般。你过关了，婆婆，该你了。婆婆，木儿，早在你闯过360堂的时候，你就已经过了我这关。婆婆，你真的长大了。去吧，过了村长这一关，走出残老村，活出你自己的人生。最后一关了，接下来要面对的是村里最强的村长爷爷的考验，请村长爷爷赐教。举起你的剑，剑有4边，朝向你的这边映照你的心，一边是善，一边是恶；朝向你的敌人这边，映照的是你敌人的良心，一边是善，一边是恶。剑就是你的一杆尺，用剑法坐标，衡量善恶是非，既是衡量你的，也是衡量敌人的。我现在传授给你我剑法的第1式，学会了，就算通过我这一关。你传授的剑法，不仅仅是招式，更多的是使命。学了你的剑法，便要肩负起你也未曾完成的使命。木儿，能够肩负得起吗？我不行，并不意味着他也不行。天魔教祖师还有7年寿命，我也老了，最多比他晚死几年。该把剑法传承下去了。我的剑法叫做剑图。剑履山河，堂上谋臣帷幄，顶头猛将干戈。天时地利与人和，神可发语。可引，此日楼台顶爱。剑履山河，都人齐贺大风歌，关岭之
这是以剑的光影为笔墨，用剑气作画。山川河海遍布之处都会被剑气斩杀。可这剑连招式都看不出来，木儿如何能学得会呀？村长爷爷说过，剑有14招基础剑式：刺、挑、云、斩、劈、点、崩、挂、撩、抹、扫、架、截、花。天下剑法皆由这14招排列组合而成，万变不离其宗。刺为1，挑为2，劈为3，以此类推。只要我将基础剑式编数，就能用术数记忆法将招式拆分记忆。1、4、1、5。1、3、6、2。恭喜你，木儿。我成功了吗？木儿，你成年了。我们这些老残废教给你的，都是让你在这个世界生存下来的本领。瘸子教你逃命法和狡猾，药师教你炼药和救命，瞎子教你看破表象、窥见真实，哑巴教你变通和从容，屠夫教给你勇气和无畏，聋子教你艺术与风度，马爷教给你力量和庄严，婆婆教你智慧和善良。从今天起，你便可以走出残老村，自己闯荡。此去延康，你会遇到很多危险，但是记住，要走出一条自己的道。我的道。爷爷婆婆，
木耳，外面的人凶残得很，不比大学人纯良。打不过就跑啊！也可以下毒，谁欺负你就剁了他。小心漂亮女人呐！做个斯文人，要自强。记住，你是霸体。是进京的世子吗？这就是一车，好庞大。原来是利州府的秦世子，快请上车。对了，还请秦世子一定注意看管好异兽，勿要打扰其他世子们备考。这些人年纪不一，性别不一，却都是世子。公子，世子是什么呀？这位兄台好，在下秦牧。那个人姓秦，衣衫华贵，莫非是京城秦家的人？不可能，他用的是利州府路引，看他年纪，最多是个小学士子，又没有世家大族的背景，肯定考不中。哼，大学士子便了不起吗？秦兄弟，别搭理他们。我叫魏庸，也是位小学士子。魏庸兄也是去赶考吗？当然，太学院包罗各宗各派之绝学，乃我严康最高学府。考入太学院是我的夙愿。魏兄是真想读书呢，还是借机攀附在京城做一品国公的魏老太爷，蹭个京官做？太学院。这间房看着像是女孩子住的。这是妾身小憩的地方，公子若是不满意，可以再换一间。此处很好，多谢武堂姐姐，还请姐姐告诉祖师，我已经抵达京城。除此之外，公子没有要妾身做的了。没有了。原来公子身边还躲着一只狐狸精，难怪。祖师等待公子许久了，他老人家吩咐我们，但凡遇到公子，便让公子去见他。我要去哪里见祖师？太学院。太学院不是世子求学之处吗？祖师为何会在那儿？祖师的另一重身份可是延康国的国子大祭酒，掌管太学院。太学士子虽有天子门生的尊称，但实际上都是祖师的门生。这么重要的官职，延康竟敢交给我叫祖师？祖师游戏人间，早在先帝时期便已是名动天下的世外高人了，谁也不知道他的真实身份。即便是延康国师，也曾向他老人家问道求教。也是国师亲自请祖师出山，做太学院的国子大祭酒。我该怎么进入太学院呢？祖师的意思是，公子还需通过一些考验。什么考验？考入太学院，成为太学士子。以往即便是太学院破格录取的小学士子，最低也是5曜星。少教主尚在灵胎境，只怕……距离大考尚有3日，他还有3天时间。也还好啊。
火药乃荧惑之精，水药乃晨星之源，金药乃太白之明，木药乃岁星之灵，土药乃镇星之秀。五药即五行，终于算出了五药神藏的位置。啊！真不错。是啊，是啊。不拘伤于只绝功，五音叠奏亦无穷。好厉害的音律之法！我若能学会，或许就能增强神魔禅三音的威力，打开五药神藏。原来除了弹，还有这么多种指法。雷音八式第二式，弹指惊雷琵琶手。啊！公子竟然用禅宗拳法来弹琴。姐妹们，公子弹奏的是我叫天魔霓裳曲，咱们可不能被他比下去。痛快！大家被公子乐声里的神魔禅三音扰乱心魂，走火入魔了。我来助他三音合流。火药心里好像藏着一个神。公子着火了！公子这是激发了五药神藏的火药力量。我自封神藏，只以五药修为试探公子的元气而已，没想到和他的差距竟如此大。我需要调理气息，辛苦姐姐帮我取药材，我来炼药。对了，你是不是练武时有过一次岔气？公子如何知道的？我岔气之后，甚至赤龙失衡。我珍妃你是察觉到的。小问题，我也为你开一副药，服药之后调理内气，可断病根。没想到公子还精通妇科，我们都有些小毛病，帮忙看看吧。公子为先，等他调理好再说。公子，不能再诊治了，明日便是开院大考。我也并非是单纯治病，要是爷爷教给我无数药力，我一直没有机会检验，而今才一天，我便检验了1000种药力。
对了，太学院在哪里？太学院就在城中玉山上，九龙山脉的龙气让整座山都变成了美玉，就像是9条龙共同衔着的龙珠。公子一看便知。将太学院建在此处，是要用龙气助世子们修炼吗？严康国好大的手笔！这次大考第一肯定是我的。第一肯定是我的。哎，秦兄弟，这边，魏英雄，秦兄弟，走。他和我一样来自江陵。这部大人，写江陵。录影在此，不可胡乱更改。6合境以上的大学士子上山，灵太境及5要境的小学士子随我来。为何一定要改成江陵？我听说赶考的江陵士子都遭到袭击，没多少活下来。太学院要安抚人心，定会在大考上给江陵士子一些便利。毕竟国师出身江陵，也算维护国师的脸面。借过，借过。不好意思啊。每年太学院会给出10个名额，破格录取小学士子。这便是诸位的第1关考试。规则很简单，上去的过关，上不去的回家。我来。出局，下一个。这崖壁根本无法落脚。既如此，施法飞上去便是。魏英兄，他是谁？京城秦家的小公子秦玉，他父亲是天策上将秦简，兄长是中武将军秦飞跃。看来那个秦将军从玄冰里取出了龙珠和断剑。因为你也姓秦，不少人还猜你也是秦家的世子。我虽不会飞行，但我能把自己吊上去。秦兄弟，我拉你上来。不用。战气流派的刀法，厉害！秦牧善战，魏庸聪慧。秦世子战绩精湛，不知这刀法师承哪派宗门？无门无派，这是我家屠爷爷自创的杀猪刀法。好一把杀猪刀！秦世子对我的佩剑颇为留意，莫非也精通剑道？看着有点眼熟。你不可能见过，因为它来自一处神秘所在，200年无人领略过此剑风采。10人一组上前，使出你们最强的招式，对战神奇虚影。每组剩1人，这人便算过关。
咱们兄弟俩可别分在一组，下一关见。厉害！元气刻画神奇，那道人至少是天人境，还需同时应付这9个世子。考核开始。10者存1，我赢了。其他人都在合力对抗神奇虚影的攻击，唯独他向其他人下手，邪性，实在邪性。你过关了。这邪性少年把其他人都带坏了。过关。过关。大家都这么厉害，我该怎么办呢？承认了。不能让那少年祸害太学院，希望后续考核能将他刷下来。这一关考验心性。奇怪，倘若这位少年真如评语所写的那般邪性，又如何能在我的禅云下支撑这么久？秦牧，赤子之心不为外物所动。这个利州府的秦牧怎么回事？说他邪性，又说赤子之心，这些家伙胡乱写评语。老师，外面剩下14人，但10个录取名额里，江陵已经内定了3个名额。此前京城秦家传信说，小公子秦玉想要进入太学院。还有骠骑大将军、泰山王等6家也想。权贵不能轻易得罪，这4人没有背景，便只好委屈他们了。那是燕山府墓的亲戚，旁边是宇都福云的表亲，这个倒没听说过，好像叫司云霄。你姓司？我有个亲人也姓司。云香对秦世子很是钦佩，
希望能一起考入太学院。江陵来的世子出列。江陵受难，死伤惨重，3位世子无需再考，可直接前往太学殿面圣。秦兄弟，不得喧哗，其余世子稍后，考核马上开始。齐世子，也就是说，只剩下7个录取名额了。真是奇葩呀！各位世子，我乃太学院监丞凌云，这一关由我来考验你们炼气成丝的本事。太学院纯阳殿传授的是炼气之道，其中凌云道人更是以修为精深、炼气纯阳闻名。以云香的本事，恐怕……公平起见，我会自封神藏，只保留5曜境界，而你们只需坚持3招，3招不败便算过关。每个剑匣中藏有木剑36口，你们随意取用，而我有这1口木剑足矣。他控剑的元气丝，细如仙毫，却有万钧之力，单凭元气很难获胜。若想通关，还得靠剑法。丁山世子上前。丁鹤世子，这2位世子所用招式相同，似是延康国各地小学世子必修的剑法。剑法虽然精妙，但相同的招数只要被破解1次，就能被破解1000万次。真有人能接住他3招？秦玉世子，请上前。你虽是秦家的人，但我不会留手，尽管施展你最强的本事吧。我能否使用此剑应战？此剑再不凡，却已折断锋芒，恐怕不比木剑趁手。我用这1口断剑足矣。秦玉的剑法里竟然有真龙之势，他肯定见过真龙，参悟出了真龙剑法。他是秦飞跃的弟弟，难道是永江龙宫里的那条幼龙被秦飞跃带回延康救活了？不愧是秦家公子，3招已过，你通关了。好厉害！虽然只有3招，却以攻防交换无数回。确实精彩，但之前2场考验时，凌云道人都是以浑然强劲的炼气之道全力之敌，面对修为更强的秦玉时，反而实力更轻，有猫腻。秦牧世子，齐世子，千万小心。她好像很关心我，又跟婆婆一样姓司，难道她是？是我想多了，婆婆从不害羞。又一位秦世子，对，我姓秦。唉，可惜你的秦不是京城秦家的秦。老师，能不能用2个剑匣？规则并未限制取用木剑的数量，但2个剑匣共72口剑，操纵难度只会更高，切莫勉强。
你连炼气成丝都没学过？我比较笨，您请。无妨，你尽管出手。那我就不客气了。这小子怎么会有这么凶悍的元气？有刺客！出战！父皇荣禀。秦牧世子正是近日明洞京城救治百姓的花象神医。花象神医，朕听说过，诊病不分贵贱，施治不拘一格。秦牧世子果然是年轻有为，正是我严康用得上的人才呀。此等一举是否足以将功抵过，免去他的罪责呢？既是神医，那不但不该罚，反倒该赏才是。朕宣布，从今往后，秦牧世子便是朕亲自收的天子门生。啊？哈哈哈哈哈！严峰帝下令将小学士子的考核也挪到太学殿进行，凌云道人再也做不了守将。只是除了我和司云香，其余众选者依然出自名门世家，就像太学士子会于这太学院一样，财富、权柄、神通、法器，却多数会于宗派世家之手。寒门世子再努力，也难以突破所谓家学渊源的壁垒。长此以往，严康国被宗派世家把持，阶层固化，必会产生毒瘤蛀虫，国家必不长久。严峰帝有变革之心，这边请，他能扭转这种现状吗？祖师又为什么要我考入太学院呢？秦兄弟，秦兄弟，咱们以后就要住在世子居了。听说历年破格招收的小学士子都在这儿。弃民这种该当诛杀的贱民，既然住进了世子居，简直有辱门楣。二位师弟，你们知道弃民住哪儿吗？这。与弃民为邻，我也羞愧得很。他就住在那儿。师兄们，随我来。走，我倒要看看这弃民长什么样。给他点颜色瞧瞧。对了，诸位师兄，太学院允许杀人吗？当然不行，律有常刑，杀人偿命。我们只是要教训了弃民一顿。哎呀，京城的规矩真多。秦兄弟。
不像我们大虚。大虚，你就是那个弃民。正是。玄兄弟闯大祸了，这些师兄资历深，关系广，定会报复他的。横扫京城无敌手，脚踢800太学士，武耀无敌。弃民，你竟敢偷袭我们！再敢提弃民二字，我见你一次打你一次。诸位师兄，我是国公府魏家的，与此事无关。今日这般，我一定会替你们保守秘密的。木秀于林，风必摧之，这可如何是好呢？祖师，少教主，你终于来了。少教主一路走到延康，感觉如何？我走一路看一路。只见延康国有大兴之兆，道法神通，景系百姓日用，日新月异。水下有行舟，空中有楼船，地上有飞轮车，炼丹术也被运用到核心驱动之中。造化神奇！富阳县雨涝排云，漓江县借水势引动冶炼机关。江陵郡以造化之术扩建江上新城，近乎神迹。待到京城，更是人文荟萃，民息物富。延康国虽然有所动乱，但是乱不了太久，之后便是无比强盛。听你的意思，认定宗派无法与国家为敌了。小学、大学和太学的设立，已经确定了延康国就是天底下最大的宗派。其他宗派都是这个宗派的小学、大学，不过为延康国提供士子而已。如何与国家相争？可如今天下大乱，国师亦身受重创，延康国岌岌可危，随时可能国灭。祖师，你在诓我？延康国师如果真的受伤了，怎么会让知然署这样毫无战力的官署押送药材呢？他肯定是在欲擒故纵吧。还有一重苦肉计，否则骗不了天下宗派。他回京之后，我见过他，伤势的确很重，据说是3个跟我同时代的老怪物一起出手将他重创。延康国师，这是将计就计啊！那些宗派怕是要吃亏啦。少教主，你对延康国师怎么看？人中雄杰，胸怀宽广，旷世之才。我本想收他为弟子，却发现他的才学应有超过我的势头，便打消了这个念头。那么，既然延康国凌驾天下宗派之上，国师又是旷世奇才，天圣教也是宗派。若国师要灭天下宗派，灭圣教，我教该如何自处？有2条路，一是变教为国，圣教要立国，则需远离延康，以免被吞并。
但圣教360堂立足于市井百姓，离开了延康，只怕会破坏根基。第二条路呢？依附延康国。你做教主，便是想让圣教灭教？好大的胆子！我要杀你的头！祖师没有这个念头。有，头先放在你的脖子上，继续说下去。敢问祖师，太学院中寒门士子占几成？1成。延康国的官员有几成出自太学院？2/7。这便是太学院的弊端。200年后，天下官员都将出自太学院，而太学院中无一名寒门子弟。寒门越发贫苦，世家越发富贵，民怨必然爆发，那便是我教一统天下之时。滚滚大势，无人能敌，无人能挡。你要造反，陷圣教于不义，我要杀你的头！祖师，别闹。你用200年让圣教成为另一个延康国，再过200年呢，照样会有人推翻圣教。请祖师赐教。我也看不到200年之后的事情啊。不过，我的想法与你有所不同。我想的是圣教教育，圣人之道，无异于百姓日用。延康国师崛起时，我便看出了他的雄心壮志。他来向我问道，我就将这句话告诉了他。他现在做的就是这句话。祖师是想通过影响延康国师，来影响延康国，让延康国成为圣教。倘若延康国做到了圣人之道，延康国便是天圣教。祖师圣明，你已经是圣人了。我做不到圣人之道，延康国师也做不到。诚如你所说，200年后，权势都将被世家把持。我已经失败了，这个担子往后交给你了。比起灭教，延康国师更想控制圣教，为他所用，对吗？不错，你可以利用这一点。你年纪小，修为低，他会觉得可以掌控你。倘若他未来能实现圣人之道，让他掌控你，掌控圣教也没有什么。倘若他做不到，你取而代之。祖师，这是什么雨？九龙之气聚集在这里，形成了这片湖水。这鱼吸收了龙气，因此叫做九龙记。这种鱼一身硬骨头，没有多少肉，只能用来煲汤，但煲出来的汤味道特别鲜美。祖师的意思是让我做一身硬骨头的九龙记？想多了吧？做人有什么不好？偏偏想做鱼。你想被人煲成汤，我就是嘴馋了，带你来喝鱼汤而已。你知道我为何要做太学院的大祭酒吗？我为的是博览天下所学，为的是见证一个新时代。可惜，只怕我无法看到了。不过没关系，你可以看到。时代？那要怎么看？站的高度不同，看到的世界也不同。鸡雀低飞，只能看到方寸之地；雄鹰展翅，千里皆是猎场。少教主，你年纪这么小，便能看到200年，已经是个合格的教主了。你过关了。
再过几个月，我便会辞官，回圣教主持登基大典。我要亲眼看着你成为圣教的教主。祖师，我知道圣教有个不成文的规矩，有能力杀死老教主的人，就能成为新教主。我目前是5要境，好像能杀我的人，是不是有点太多了？我在，无人敢动你。你需尽快磨砺自身，便无人杀得了你。祖师，你不是说还剩7年？留给你的时间不多了，只靠境界压制，必然是如履薄冰。身为圣师，如果能带领圣教走出一片新天地，赢得教内弟子万众归心，那么没人想要杀你，也没人敢动杀你的念头。而今，已不是凭借1、2门祖宗传下来的功法便可以叱咤风云的时代，切不可固步自封。你始终不会缺少竞争者。